3年前年会不能停，拿下接近13亿元票房，成了职场喜剧里少见的黑马。到了续集，张若昀顺利接棒成为新的核心演员，白客回归，高叶、李乃文、孙艺洲等人加入，整张演员表比前作更抢眼。可年会不能停2上映半个多月，票房只有前作的零头，凭这能不能说张若昀带不动电影？还不能，只能说他在电视剧里积累的观众没有自动变成电影票。很多人认识他，愿意在家追他的剧，却不一定会因为他出演一部电影就专门走进电影院。两部电影的差距不只体现在票房，前作最终拿到约 12.92 亿元，豆瓣评分 8.1， 续集目前票房约 1.5 亿元，评分降到 6.8 左右，演员名单更有知名度，市场结果和观众评价却同时低于前作。这里说明明星能让一部电影更快被看见，但观众是否买票仍要看电影本身。 YouTube 上的情况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，电影的舞蹈完整版、喜剧特辑和幕后花絮有些拿到几十万次观看，真正讨论整部影片的华语长影评观看量却很少。这些数字不能直接代表影院购票，也不能全部算成张若昀的个人流量，他们只能说明观众愿意消费轻松免费的宣传片段，可对整部电影的讨论还没有形成相同规模。那么这次票房落差有多少与张若昀有关？庆余年等作品确实让他积累了很高的普通观众知名度。续集宣传期间，他与白客的组合是外界认识年会不能停2最直接的入口之一。从预告舞蹈到幕后内容，这部分关注力并不弱。然而在家看电视剧，点开一集就能开始，不合适随时可以退出。去电影院却要选时间、选场次、买票。观众认识演员只解决了知不知道这部电影，愿不愿意花钱，还要看题材、口碑和影片给出的新鲜感。对年会不能停2来说，这道门槛更高，因为它是一部续集，前作接近13亿元的票房，不只带来了观众，还留下了一套很清楚的期待。笑点要来自真实职场，看着荒唐又能让上班的人对号入座。续集加入无限循环的设定形式，更热闹，玩法更多。有人觉得它为职场喜剧增加了新意，有人在意的却是前作那种贴近现实的刺痛感有没有被保留下来。当评分从 8.1 降到 6.8 左右，说明这次落差不只是演员粉丝有没有买票，作品本身的接受度同样发生了变化。张若昀可以让一部分观众注意到电影，却无法替剧本解决评价分歧。再说了，年会不能停2并不是一部只靠张若昀名字就能打开电影票房的，他带着前作的成绩回来，白客继续出演，高叶、李乃文、孙艺洲等演员共同参与，导演和编剧仍是重要招牌。档期、排片、同期竞争也会影响最后的数字。如果续集票房上涨不能全部算成张若昀带动，如今票房不及前作，同样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。票房的波动结果其实是外界对演员人气的理解。张若昀的电视剧观众盘并没有因为一部电影消失，但它有明显的边界。观众愿意追一部长剧，与看到演员名字就买电影票是两件不同的事。要证明个人电影的号召力，还需要一部更清楚的作品。观众确实因为它走进影院，电影的口碑又能让这批观众继续推荐。因此人气带不动说得太重，演员更红，票房自然更高，同样站不住。年会不能停2目前让我们看到了张若昀能够带来关注，但这份关注还没有稳定的变成电影票。演员把观众吸引到门口之后，能不能让人走进影院，最后看的仍是电影本身。那么你怎么看年会不能停2的落差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。谢谢观看，下期见。